Hello， 大家好。加拿大反诈骗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加拿大报告了68452起诈骗案件，受害者40612人，被骗金额1.064亿加元。今年1月份，加拿大报告了4833起诈骗案件，受害者3313人，被骗金额1010万加元。3月份是加拿大的防欺诈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现在加拿大最常见的5种诈骗手段。骗子一般都是老谋深算的人，这场疫情也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可乘之机，他们的诈骗手段也与时俱进。加拿大皇家银行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因为疫情封锁限制，加拿大的网络消费更加普遍。近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遇到的诈骗行为越来越频繁。4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被伪装成银行或政府工作人员的骗子联系过。这些骗子还试图套取他们的财务信息。28%的人表示，这些骗子在联系他们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一些他们的个人信息。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收到过骗子发出的投资机会或者是工作邀请。另外，还有10%的人表示，他们曾收到带有钓鱼网站链接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短信。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遇到过感情诈骗，骗子试图和他们建立暧昧关系，骗财骗色。根据加拿大反欺诈中心的统计，如今浪漫欺诈已经成为加拿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仅2020年1年就造成了1850万加元的损失。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调查是针对1501名具有代表性加拿大人的调查。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加拿大5种最常见的诈骗手段。第一，浪漫骗局。很多人喜欢在网上寻找爱情，这导致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抠脚大汉和失足阿姨冒充完美恋人而实施诈骗。他们首先利用社交网络迅速与受骗者建立所谓的恋人关系，然后就谎称要处理某些紧急的情况而借钱。冒充美国大兵和外籍工程师也是非常常见的诈骗现象，这个在国内外都有很多女士上当受骗。最近看到一个非常离谱的事件，这个骗子呢，他不但冒充美国大兵，还声称自己去阿富汗营救了总统女儿，并得到26万美元的奖励。骗子先是声称要把这笔钱邮寄给在中国的女士代为保管，并称发放的是现金，无法存取转账，只能邮寄装现金的手提箱，但是呢，需要女士先行垫付运费。接着就是各种环节出问题，需要不断的打点，最终导致受骗者被骗数万元。第二，司法诈骗，这是针对华人最常见的一种诈骗手段。因为这种诈骗手段金额一般都非常高，所以危害性特别大。骗子呢，一般都会先打电话冒充中国的司法部门，说你涉嫌参与洗钱、金融犯罪等类型的案件，并威胁如果你要不配合，就会立即把你逮捕，并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然后就指示你把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温哥华一位女士就被这种手段诈骗了34万加元，损失惨重。第三，网上贷款。疫情让很多人陷入财务困难，他们想到了网上申请贷款。在网上申请贷款的骗局中，虚假的网上贷款公司一般在收到这些人的贷款申请之后，会要求被骗者先支付一定的保证金，然后呢，就找各种借口说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有问题。受骗者不但收不到贷款，保证金也打了水漂。第四，在家工作。因为疫情使在家工作成为常态，在家工作也成了骗子的一种诈骗手段。具体表现为2种最常见的求职骗局。第一种是骗子先发布在家工作的虚假招聘广告，受骗者感兴趣并回复的时候，骗子会要求他们支付一定的培训或者是工作用品费用，这笔钱肯定就打水漂了。第二种呢，是要求受骗者先接受别人的付款，然后呢，再把钱转到骗子指定的账户。受骗者接受的是其他诈骗受害者的付款，他只是被当作钱罗，也就是运钱的骡子。这通常指帮助别人洗钱不明真相而被利用的人。第五，分类信息网站虚假广告。这种诈骗手段一般都涉及宠物、二手商品或者是其他服务，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诈骗手段。
加拿大对宠物的需求量一直很大，宠物的价格都比较贵，骗子呢会冒充宠物养殖或者是动物救援机构，要求受骗者先缴纳一定的保证金。根据加拿大商业改善局的数据，2020年宠物诈骗的平均被骗金额为1045加元。以上就是目前最常见的5种诈骗手段。仔细看，这些骗术并不高明，其实只要警惕性高一些，就能轻松识别骗局。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信息。银行、电信公司、政府部门呢，一般都不会主动打电话索要你的隐私信息。一旦接到诈骗电话，就要立即挂断。疫情期间，加拿大诈骗短信和诈骗邮件明显增多，大家一定要谨慎处理电子邮件和短信。这些诈骗信息一般都带有一个超级链接，有的是域名链接，有的是数字 IP 地址链接。一定不要因为好奇心而点开链接，因为这些链接很可能是钓鱼网站或者是带有木马病毒。但愿看到这个视频的人都能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需要的人。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